在特朗普时期，美国为打压中国搞出来的所谓“中国行动计划”，人为制造对立和对抗，对在美华裔群体造成了严重伤害。近期，美国多所名校的近2000名学者联名致信司法部长，呼吁终止相关的计划。无数事实也表明，美国的这个计划损人不利己，意图妨碍中国科技发展的计划，反而阻碍了美国的科研创新。美国华裔科学家形容，这个愚蠢的计划甚至都不算是搬石砸脚，而是举枪爆头。美国《纽约时报》消息称，来自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的近2000名学者，近期签署了一封致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的公开信，对美国近年来不成比例的针对性审查华裔学者的举动表达了担忧，并呼吁终止相关的计划。同时，一项调查显示，有约半数接受调查的在美华人科学家表示，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正在监视自己。这些科学家中有一部分是美国公民。美国斯坦福大学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前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表示，美国的大部分智力技术力量都来自移民，而如今美国的情况甚至都不算是搬石砸脚，而是举枪爆头。在特朗普当政时期，美国政府展开了一项名为“中国行动计划”的计划。虽然披着防止商业机密盗窃和其他间谍行为的外衣，但诸多美国学者、科学家、民权组织和议员都质疑其过度针对学术人员。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的加拿大籍华人副教授胡安明便是中国行动计划的第一个受害者。胡安明是一名纳米技术科学家，美国联邦调查局先是怀疑胡安明存在间谍行为，接着对他进行了长达21个月的跟踪监视，却未能获得任何证据。结果依然在2020年2月27号逮捕了胡安明，然后又指控他故意隐瞒与中国大学的关系，欺骗了 NASA， 欺骗了美国政府等6项罪名。美国联邦法院直到2021年9月9号才宣判以上指控均不成立，将胡安明无罪释放。法官在庭审中认为，检方引用的一些证据，包括胡安明与田纳西大学校方的通讯记录，表明胡安明实际上并未隐瞒自己在中国的工作情况。更令人愤怒的是 ，FBI 特工不仅跟踪监视胡安明及其家人近2年，还向胡安明所任职的美国田纳西大学宣称他是中国间谍，要求大学配合调查，导致他一度被开除。胡安明在调查期间被软禁了18个月，既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就连律师费用也是从网上众筹平台获得的。虽然田纳西大学后来提出恢复他的工作，但他在美国的合法移民身份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在该案宣判后，亚裔美国人促进正义协会发表声明，对判决结果表示支持，并指出发生在胡安明及其家人身上的遭遇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美国政府针对亚裔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系统性种族偏见和歧视的一部分。这个其实是反映出美国社会现在一种与日俱增的焦虑、茫然还有不自信，就是当他们感受到自己美国的整个的经济实力也好，包括科技实力也好，他们认为这个增长的速度可能相比其他的一些国家显得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有所下降了。然后呢，由于正视自身其实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因此的话，他们是将这样的一个缘由去找一些像替罪羔羊一样的，就是把这个目标对准中国。美国的中国行动计划损人不利己。《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华裔科学家在美国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的同时，中国正在经历人才回流。在过去10年中，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被充足的资金、令人钦佩的头衔和民族自豪感吸引回国。而在近几年，美国糟糕的科研环境也成为了中国科学家回国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美国近些年对国内大学基础学科研究的资助停滞不前，美国学者们正寻求其他资金来源，并对与来自中国的合作持开放态度，而这让他们遭受到了更多怀疑。美国许多科学家和大学管理人员表示，类似于胡安明案的事件在校园之间产生了寒蝉效应，这会导致研究速度的减缓。但美国华人科学家的不安仍在加剧。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机械航空系教授居宜光称，自己曾在2010年被美国航天局邀请制定美国火箭研究的未来计划，那是他一生中的荣幸。但如果 NASA 现在再提出同样的邀请，他将会拒绝。
他说，与 NASA 这样的机构合作带来的自豪感，并不值得他拿自己和家人来冒险。这并不是因为我不愿效劳，而是因为我害怕效劳。2名在美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发布了一份详细研究报告，对美国以中国行动计划名义展开的所谓国家安全调查予以回击。报告显示，在美国工作的1900多名华裔和非华裔顶尖科学家中，超过90%的人表示，华裔研究人员对研究和教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近一半华裔科学家表示自己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种族歧视，近40%的华裔科学家因种族原因难以获得相关科研资助。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实施中国行动计划的既定目标是增强美国竞争力，并挫败中国主导的全球战略科技市场。但讽刺的是，该计划恰恰给那些对美国创新至关重要的有才能的华裔研究人员带来伤害，反而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力。如果是拜登政府不对这项计划进行调整的话，对亚裔、对这个中国的这样一种科学家所造成的这样一整体的氛围呢，是有一些像白色恐怖一样的，因为它是带有一种政治迫害性质，很多时候其实没有确实证据的这样的一种指控。那这样的话会导致很多的华裔的科学家可能他就会回流到中国来。那相对美国来说，这个其实对美国自身的这样的一种科技竞争力，其实会形成一定的打击。在这个科技的这样的一种竞争力方面的话，会形成一种此消彼长。稍早前的9月13号，177名斯坦福大学教职员工联名致函美国司法部，批评特朗普政府2018年推出的中国行动计划严重偏离既定目标，损害美国科研竞争力，煽动种族歧视。英国卫报报道说，美国大学应当从此事中吸取教训，美国司法部也应退后一步，重新评估其调查美国大学任职华裔教授的做法。这种针对整个少数族裔的计划，最终将导致对亚裔的歧视，而华裔更是首当其冲。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如果把持不好中国行动计划，这种对美国学术氛围的观感可能将扩散到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而这确实会阻碍美国科研的创新发展，从而失去竞争力。针对美国这项损人不利己的中国行动计划，中国外交部也早已多次明确回应，敦促美方认真倾听国内外有识之士的正义呼声，切实采取措施解决自身的种族歧视问题，维护和保障包括华裔群体在内的少数族裔的正当权益。不过，也有多个美国亚裔团体表示，反对中国行动计划将是一场艰难的斗争，涉及游说美国国会和白宫、持续增加的法庭诉讼以及影响公众舆论。我认为拜登政府有可能对这项计划进行调整，因为相对来说，拜登政府它整个的一个政策理念和特朗普时期相比的话呢，它更加强调一种精确性。也就是说，这项计划呢，也许会被停止，但是也有可能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一个调整，使它的范围更加的小一些，波及面不要那么广，然后可以实现一些更加精准的打击。我认为拜登政府如果调整的话，方向会是这样。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那么美国知名高校的2000名学者联名致信美国司法部长，呼吁终止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那对此您怎么来看呢？主持人好。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是个什么东东。在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美国政府呢以防止商业机密盗窃和其他间谍行为为名，对华裔学者进行调查，甚至栽赃陷害，试图呢抓住间谍。但同时呢，美国政府还干预美国高校的招生，一些与军工技术和前沿学科相关联的专业不允许招中国大学的学生。最为荒谬的是，美国司法部呢用下达指标的方式来抓间谍，要求94个地区司法部门每年呢至少要提出1至2起针对中国的诉讼。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开始在这个美国高校四处搜索所谓的中国学术间谍。这项政策呢执行的结果是，很多与中国有联系的学者被跟踪、被监视、被调查，甚至被羁押，搞得是人心惶惶，严重侵犯了华裔科学家的基本人权，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美国呢曾经是一个大熔炉，收获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是美国呢快速发展的秘诀，尤其是在科技领域。但是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搞了几年，华裔学者呢对长期待在美国不是很感兴趣了，有些人呢宁愿回到祖国。那么再加上中国的科研条件和收入呢都越来越好，学生回国、人才回流呢是明显的趋势。另外呢，由于美国政府的横加干预，一些美国高校呢与中国的合作项目也受到了影响。
这个美国高校呢，不仅丧失了人才，也丧失了科研经费，有人财两空的窘迫。在这种背景下呢，美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联名给美国司法部长写信，要求停止执行这一政策，不要陷害华裔学者。可以看出呢，这项原本出于同中国竞争的政策，已经完全走样，成了典型的政治凌驾于科学的案例，成了种族歧视的工具，破坏了美国的竞争力。学者们的呼吁能不能起到作用，能不能停止对华人学者的歧视，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政治挂帅呢，让美国自讨苦吃。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已经完全失败。